这首歌是官方送给喜欢 Hokra 的粉丝一封充满回忆的情书。字里行间诉说的不仅是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心态，更是富含情感的高歌了3年多以来偶像之路携手经历的点点滴滴。这首歌的直译是近期时间胶囊 Hike Time Capsule。 大家好，我是 Skim。 去年 Landing Point 模式的时装除了带来了新的育成模式，配合故事新公开的团体歌曲，也是粉丝迫不及待想了解的部分。原因不无有他，因为歌词也是描写团体和角色的重要一环。而 Hokra 以时间为题材的歌名，可说是一口气塞进了满满关于他们的回忆。解析这首歌彩蛋的同时，也是对他们5个人即将迈入第4年以来的旅程回顾。废话就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有领事开头的忽然也变蓬松似的，令人期待回去的路上。从美术图和故事背景，最直觉想到的是领事的 Support SSR Yoake no Bunny。这是一张提及了影响领事深远的过去，同时又阐述他重视 Hokra 这个归属的卡片，让安排开头使用这段歌词，在隐喻上直接破题了时间，甚至可以说破题了过去与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第一章大家唱着卡勾美卡勾美，也就是玩笼中鸟时唱的儿歌。这是让一个人当鬼被大家围着，直到唱完之前鬼要独自原地转圈，歌声停后就要猜自己正背后的人是谁的游戏。原本完全猜不到自己身后是领事的自带子，因为制作人打给果穗的电话让领事露出破绽而猜中。正当2人要交换时，领事想起了以前还在鸟取时，某天玩着同样的游戏，亲生姐姐无预警的出现在背后。从领事的用词可以得知，是姐姐当天穿着传统日式婚纱，准备出嫁，所以来和领事道别的。如果你看过我的领事角色浅谈，可能会记得家教严格且传统的渡野家，温柔的姐姐是领事成为偶像之前少数亲近的人。然而姐姐在她年幼时就出嫁，直到遇见制作人以前的日子，领事心中是何等寂寞可想而知，也衬托出他对姐姐的喜爱。接着某天，领事和果穗一起做饭的相处，再次验证其实不只是制作人，领事对 Hokra 成员之间的情谊也是十分重视，所以才会把和关系要好的姐姐之间的回忆，多次无意间和 Hokra 成员的联系重叠。果穗提起在玩游戏的那天，注意到领事唱卡勾美卡勾美的时候，隐约透露了寂寞神情。看着担心自己并想做些什么的果穗，领事却微笑着说现在一点都不寂寞。这段加深领事对 Hokra 喜爱的描写，同时描绘了果穗的善解人意，在别人的故事短暂反客为主，使得再次凸显2人个性的手法，会是探讨角色之间关系值得多花心思的地方。林瀬さん、もう寂しくはございません。最后一章 Hokra 成员在夕阳之下再次玩起同样的游戏。从众人的对话能得知，其他人从果穗那听到了领事的姐姐和笼中鸟之间的关联，所以希望能带给领事对这首歌新的美好回忆。故事的开头安排了大家一同高兴地唱着笼中鸟，对到了同章卡面的第一个故事开头，领事独唱着笼中鸟的桥段，象征着领事即使姐姐离开了他的生活，也因为藉由偶像事物拥有新的陪伴，以后再也不会孤单了。美术途中，众人在回去宿处的路上，走上了装有豁然的天桥，并愉快地接力唱着卡勾美卡勾美。而对话中由最年长的夏叶透露，变成大人只是转瞬间的事，对应歌名含有的时间要素，拉开整首歌的序幕，也是十分切题的彩蛋。同时，领事和果穗一起做的蚕豆饭，衍生出由姐姐告诉他蚕豆的日文 soramame， 是相传蚕豆的豆荚会不断向上生长，就像朝天空而去的豆类而得名。这会在后面领事负责的歌词再次有关联。书里负责的第2句，那时候以为那就是全部了。这一段最有可能是连接到 PSSR 卡、马嘎利卡多诺兰位和 Tobikiri 进甲，用术语的4点去回忆，暗示他曾经在篮球上竭尽全力想获得好成绩，后来却因故不得不退出并放弃篮球，失去目标后浑浑噩噩度过了一阵子。尽管制作人对数理偶像招募的时候，他还觉得找他这样的人当偶像，是不是哪边搞错了似的有点反感，但是从待机画面和累积之间的角色描写，
会发现有别不良少女的外表，树里是个负责任又愿意关照他人的好孩子。除了本来的个性之外，我认为这和偶像给予他新目标，重新燃起认真面对生活的动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身上下被风围绕着，由夏夜担当这段的演唱，不禁令人想到踏入业界开始就自信和干劲满满的他，借由偶像这个身份找到了一片能全力冲刺的新天地。同时为偶像之路带给夏夜的是让他的角色曲线从原先凡事讲究效率快速，后来体会到一步一脚印的重要，在遭遇挫折学到生而为人必有极限，进而认知脆弱的时候懂得和身边的人分摊，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一种互相信任。经历了这些角色成长，才让夏夜在挂和 landing point 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自己而苦笑，却明白要更加珍惜把握现在的时光。如果和那天的自己相遇，他会感到惊讶吗？ PSSR 卡 Kakimaze Tara Milk Support SSR 卡 Climax ni Idome。 介入起初自带只是代替不想给事务所添麻烦的朋友面试后，阴错阳差展开偶像人生。这孩子倘若有机会能告诉过去的自己，和 Hokura 共度的3年时光，或多或少改变和缔造的事物，3年前他听完的表情肯定是惊讶无比的吧。树里和夏夜接着唱道，还是说会笑呢？就像一直以来那样，以后也要更加让他们惊讶。继续在自代子之后的2人，因为个性不曾改变，因此觉得过去的自己就算知道了，肯定也是笑着接受的。不禁令人想起 Hokura 刚结成的时候，树里和夏夜有过诸多相处上的摩擦。然而正面冲突没有成为恶性循环，也没有逼迫任何一边去改變自己迎合对方。这依序有 Support SR、178三世头、278レインドロップ，还有Yome Oi Ranna Babuto，显示着双方关系由紧张转好的变化，也说明了直来直往的针锋相对，也能秉持着就事论事的精神，形成良性竞争，并建立起好友兼好对手的羁绊。对夕阳敞开心胸，和回忆说你好，这是由果穗演唱的。如果你是熟悉 Hokura 的另一首歌《Yorimichi三世头》，可能开始察觉这2首歌的歌词开始有连结点，也象征那个成员歌唱《Yorimichi三世头》时，珍惜现代而想紧紧抓住当下的心境。再来到 High K Time Capsule， 则准备好抬头挺胸看向未来，面对成为过去的美好回忆，已经能坦然自在地打招呼了。后面有果穗继续歌唱，以前的话语我感到高兴，想哭的时候我们彼此倾诉，所以现在能够向前奔跑。回想起年纪最小却担当起 Hokura 队长的他，几乎每一张果穗有出现的 support 卡，都见证了跨越年龄代沟了他与其他4人相知相惜的故事。个人印象最清晰的是在果穗的影片提到了活动剧情 Many Screens。 果穗因为出演死神一役，经历过自己无法解开的苦恼，却因为身边这些人生阅历比自己丰富的姐姐们，适时得到正确的倾诉和关怀，最后藉由再次诠释死神一角，迎向了不曾有过的成长。这正好呼应了 Hokura 的第一个活动剧情 Goshiki Bakuhatsu Gashoku Climax。 果穗担任摄影师，记录大家的身姿，同时好好的把每个人的特质都牢记在心。果穗的偶像之路撇开特色英雄，那对身边的大姐姐心生的憧憬，想必也是最大的动力了。近期时间胶囊，大家的第一志愿并不是一样的，但没事的，放心吧，现在也待在彼此的身边。5人合唱的副歌，开头有一种大家都意识到彼此的目标其实不尽相同。果穗想成为英雄，所以想以偶像身份努力。你是想让天空翱翔，再子想带着好友的梦想前进，以及夏夜想成为顶尖偶像。个性、年纪和背景无一雷同的5人，说上了毫无共通点也非言过其实。但也正因如此，Hokura让所有闪耀色彩的粉丝有目共睹的共患难情感，会随着时间增加，越来越感受到其中的难能可贵。偶尔大家围着相簿，又和照片相同的笑容互相面对，看到围着照片笑容，很能让人不联想到 Hokura 第一张专辑的封面，5个人围在一起拍出的大头贴。这对闪耀色彩开始营运以来就支持着他们的粉丝来说，
肯定也是意义重大的记忆连接点。后面的还要继续朝目标前进，从今以后也要朝向意想不到的明天。还没爱够，就这样 we go。曾经在尤利米奇3世头歌唱着傍晚一起回去的时光，对后克拉是最珍爱的宝物。然而，如同时钟的指针只会不断向前转，倘若大家还要朝各自的目标前进，就不可能为了眷恋终将成为过去的美好时光而停下脚步。We Go 的歌词不仅象征了5人都决定继续迈步，更有一起向前的意涵。直到和土席的白色相比的歌词，除了简单描述下课后的时光和玩累之后感到疲倦，使用有强烈季节感的文字去撰写出的歌词，能够轻易找到和 Hokra 对应的活动剧情、support 卡，甚至是服装。其中没有按照4季的顺序去排列，除了各季节能举的例子本来就不止一件，很有可能是想衬托3年多的时光下来，这些记忆早就混杂在一起了。不过一旦提到关键字，就能很快想起来。维持原样去继续，没有弄丢过东西，对吧？或者不知不觉间和大家一起失去也说不定。就算如此，还是要前进。这里则再次的强调前进的决心，避开直接提到时间的智慧，以暗示的方式提及，既然自己改不改变都会继续，虽然可能一起失去原本拥有的事物，何不和大家携手一起向前？如果有观赏了去年圣诞派对公演的人，可能会联想到果穗的配音担当河野日和小姐在演出后提到，即使有不得不改变的事物，我们仍会以不改变的身姿继续迈进。震动天空的烟火之音，看不见是从哪边发射的。分开之后，仰望天空，无论何时都要追过去。心想射向天空并绽放的烟火，是件只要抬头就能够做到的事。相比之下，要确切找到并前往发射地点，光想到就觉得困难重重。接着歌词的叙述，抬头注意着烟火，奔跑并叫喊着，找得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最后大家尽兴地笑了出来。如果用这寻找烟火发射地点，去比喻放课后一贯对凡事兴趣满满、不计成果乐在其中的行事风格，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同时，这对比下一句歌词，如果是大人的话，绝对说不出口吧。凸显了现阶段还是学生的他们，之所以有着许多出社会的粉丝的原因，正是因为从 Hokra 身上看见了学生时期青春的美好，也就是年轻时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放手一搏，投入在当下去创造回忆。这是青春被人推崇的魅力，对我而言也是 Hokra 除了相知相惜的情感之外，最引人入胜的魅力。而大人这个字眼，也不禁令人想起活动剧情 Goshiki Bakuhazu Gashuku Climax， 结尾果穗在旧校舍探出头大喊，自己以后想成为像夏叶那样成熟又振作的大人。不过随着剧情的描写增加，夏叶赤子之心的一面已然成为特色的今日，当初果穗所说的话也跟着多了几分玩味。不让太阳下山的魔法没有也无所谓，像是在回应尤利米奇3世头的明明时间能停下来就好了。回忆是在未来绽放的存在，则连接到 Hokra 的第一首歌 Yumesaki After School 当中不断提及到的 Saki， 也就是开花结果度过3年岁月的5人，笑着将讯息传达给过去的自己。再一次的还爱不够，就这样 We Go， 安排领事接手果穗的这段歌词，两人怀抱的心情也不尽相同。好比 Landing Point 的时候，领事虽然不完全明白混血训练员的指导，却从课程中听见的话语，对原本的迷惘有所顿悟，决定怀抱疑问去摸索前进一样。此外，在活动剧情阿珍塔兹巴萨，领事也说过，感到迷惘的话就前进吧。更加刻画外表看似平稳湖面般冷静的领事，其实也有过边烦恼边前进的人生。超过时间了，所以要跑着过去。不过没事的，我们会放在心上，所以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哦。整首歌情绪的最高点放在了5人合音的不会忘记，同时也贯穿了 High K Time Capsule 的主旨之一，依序由领事、树里、夏叶和织带子演唱的歌词，最后由果穗说着永远永远。这样的铺陈除了是按照团体阵型，让身为队长和 C 位的果穗替大家做出总结，也是以年纪最小的成员身份
再次告诉 Hokora 的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一直以来陪伴自己的时光。全部みんなが手伝ってくれて、みんなすごいな。私もあんな風に。同时，从歌曲的时间轴和格式来看，有零米七三 C 头的歌词，航向的未来和当下一样重要。明明时间停下来就好了，那么得前进了。还 K Time Capsule 的歌词，有着强烈在回应有零米七三 C 头的氛围。曾经还为了前进就必须道别现状而感到惋惜，到现在已经能坦然携手向前迈步。Hokora 不只用游戏的故事告诉粉丝他们的成长，更用歌唱的方式讴歌了彼此的心境转变，藉由不同的形式表演去描写人物，也是闪耀色彩的歌曲值得细细品尝的很大原因。而且如果你本身是读过故事的粉丝，更会因为歌词所连接的场景，感受到其中想表达的情绪。趁着情绪再次进入副歌的部分，歌词虽然只有稍微的改变，却加重表现了 Hokora 的决心和重视彼此的心意，仿佛在说着，就算终点不同，一起努力吧，并且伸出扶持彼此的手。印象中曾经看过有些人提出 Hokora 的确是有吸引力的团体，但是将成员一一分开去研究，各自的角色描写和层次反而有点缺乏。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确实，以个人故事的篇幅而言， Hokora 的成员想描写和传达的意象，故事的元素和情感是偏向单纯的。可是一个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性格面向，需要藉由尽量和各种不同的人交流、磨合，甚至是冲突，才能看见越来越完整的面相。就像一只自打流塞谷的歌词唱到：就算天差地远的我们，也能像五芒星般连成星座吧。但也正因为他们各自都是闪耀的明星，才能分别胜任凑齐名为 Hokora 星座需要的人选，不是吗？更重要的，彼此的不同经过交集之后，进一步凸显或组合出一个人时没有的光辉。好比对制作人时而吐槽、时而依靠的树里，在果穗眼里是温柔又亲切，让他唯一舍去尊称的人。而从领事对待果穗的方式，可以看到过去姐姐对他的影响，并领事远不比外表举止来的冷淡。更别说织代子和领事去买少女漫画时发生的事，可以看出两人其实具备相当程度的活泼，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最后来到夏夜，作为第一个得知织代子成为偶像的真正原因，比起一如往常的积极，选择让织代子有足够想清楚的时间，也在织代子和 Hokora 坦白的时候，给了最多的鼓励和肯定。如果你寻求 Hokora 成员各自的面貌，请环顾他们共同走过的四周，因为撇开他们的个人故事，无论彼此的化学效应也好，相亲相爱也罢，都是拼凑起果穗、树里、领事、织代子和夏夜的全貌时不可或缺的一片片拼图。Hokora 接下来还会遇上什么呢？日常的一点小事，想要剧中剧传达的心事，又或者有趣的好玩事。或许就像最后一段歌词所说的，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预料，但我们肯定能期待的是心境上一同毕业的五人更加投入并沐浴其中的雀跃神姿。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High K Time Capsule 这首歌真的很有回忆 Hokora 至今挥毫出的故事的感觉，非常值得一听。实际了解之后你会更喜欢他们，也希望你喜欢这样用歌曲说故事的方式。新年快乐，老样子，下支影片见。これからも